美国的智商心理教授很有名的叫 Corey， 他提出现实治疗其实有4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强调的是责任，要鼓励案主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然后第二个就是拒绝情感转移的观点，也就是治疗师不用去分析他是不是案主有情感转移的问题，他鼓励案主呢能够去面对现实，来因应他的困难。然后第三，他的治疗呢是非常的聚焦在此时此地案主的感受，他会强调谁的行为是你可以控制的，我们现在可以改变的是现在、未来还是过去？案主会说应该就是现在跟未来，所以我们都必须要体认，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甚至也不用再谈过去，避免呢去聚焦在症状，然后让案主呢去找出他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可以怎么样改善他自己，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方法，只要是一小步也可以。在实际做法上呢，其实格拉舍呢他的大弟子叫乌伯丁，他就帮他整理出4个步骤，叫做 WDEP。 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精要的。 W 是什么呢？乌伯丁他就说其实 W 就是 want 就是呢 What do you want in your relationship？ 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想要的是什么，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想要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是不是又是理想生活了呢？他理想的欲求是什么？第一呢，其实有包括过去，就是 DID， 也包括 future， 但是要先问过去你曾经做了什么。然后 WDEP 的 W 我再重复一遍，就是 want。那 D 呢，就是 do 或 did。E 呢，就是 evaluation， 你的评估。P 呢，就是 plan， 你的下一次的计划是什么？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了 W 之后，现在再到 D， 你曾经做什么来达到你的欲求呢？达到你的理想的亲密关系呢？或理想的学校生活、理想的社团生活呢？你的评估是什么？因为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你那时候的评估是什么？那当然都是不好，所以才会来找諮商老师对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问那你的评估是什么？他一定会说那过去做的其实都不是很有效。再来问他说，那你都知道没有效了，那你还要继续下去吗？那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就说希望能够有不一样的做法，那还要让自己能够更接近自己的理想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问，那你觉得可以怎么样重新来计划呢？可以哪里要做不一样的事，就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更达到你的理想呢？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问，那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那在问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的时候呢，那就问他说，那你未来可以怎么做？再问第5个问题，你未来可以怎么做？那你可以做做看吗？那请案主就开始做。做的时候呢，先想好这样做是不是能够有可能有的效果，鼓励案主去做完之后，再让案主去评估说，那你这样做了1-2个礼拜之后，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评估如果案主是有正面的回馈，觉得有效，那这个要鼓励他案主再继续做得稳稳的，然后把他这个成功经验学下来，再让案主鼓励案主继续做。那是不是案主就可以有正面的评估？未来他要做的时候，他只要记得稳稳的握住方向盘，那把自己好好的做到好，那就可以了。好，慢慢做也可以。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开始知道，它其实有一个概念化的过程跟辅导的过程。大家还记得吗？刚刚讲的现实治疗它因为它有一个理论，所以你要靠那个理论来概念化这个案主。案主是不是可以透过你的概念化案主之后，那他可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用刚刚乌伯丁所建构的 WDEP 来帮助案主来厘清他的 want， 他的 did 或 do， 那他的评估 evaluation， 他的 plan 是什么，这样慢慢做到。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这边就简单的讲出10个步骤。那这10个步骤是什么呢？我先提出2个原则。林老师认为说，其实现实治疗它就是2大原则。第一个，少谈过去，多谈现在跟未来。你现在可以怎么做怎么想，那你未来可以怎么做怎么想，是比较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理想生活。第二个，少谈无法控制的部分，多谈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什么意思我常常会问案主，谁的行为是你可以控制的这个就是一个现实治疗很有名的问法。就是常常在前面的时候就会问，那他们如果很气家人，或是很气
很气某个老师对他们的不当对待，我就会问他说，那谁的行为是你可以控制的啊？他们都是会说自己。那如果说自己的话，那我就会问他们，那你们为什么还有困扰啊？他们就说他们没想到，原来我是这样子。透过这句话来提醒，其实那些让他不舒服的人啊、事啊、外在世界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他们真正能控制的就是自己。所以说他们现在只剩下要如何去因应外面的控制，那只要因应的好，方向盘握好，做合理合法的行为，就有可能可以改善他目前他觉得困难的环境，那让他可以因应过去，还是回到他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那是不是就不用去怪外面的人？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负起责任来面对这些困境，也就是3个 R 里面的 Do it right, face the reality， 再来是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这边有10个步骤哦，就很简单。林老师呢把它做了一些整理，一个口诀，然后你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呢要建立好諮商关系。那林老师在建立諮商关系的时候，常常会跟学生讲说任何的学派不管怎么用，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好的諮商关系。然后让案主跟你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上面，你要完全的接纳案主目前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积极的同理。那这个时候呢，在右上出层次同理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怎么做呢？林老师呢就会常常问案主，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来諮商啊？他可能会讲出他是什么什么事让他不舒服。那林老师就会用出层次同理心的方法，简述语义加情感反应，就会问他说，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碰到什么什么情况让你感到不舒服？案主都会说，谢谢，是这样子，没错。那我们再进到下一步。那下一步的时候呢，现实治疗就会很强调机动记忆，因为他现在有一些困扰，但是他却在困扰当中悬在里面，他不晓得怎么样可以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林老师会问2句话。第一句话，现在的生活，现在这个样子是你想要的样子吗？那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啊？那你希望继续下去现在的困扰，还是不希望啊？那案主会来，当然都希望不要再继续现在的困扰，那希望现在的情形是可以改善的。那林老师就会希望能够听到他们到底希不希望改善啊？他们都会说希望。那林老师就会说，我好像没听到，你能不能大声一点啊？我希望改善。他们就讲得很大声。其实林老师这样做是在激起他自己改善自己的动机，而且要更坚定。然后林老师会再问下一个问题，那谁的行为是你可以控制的啊？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是自己。那第二呢，就是避无法。避无法呢，有时候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讲，除非你不再谈你的症状，不然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你。这个就是他有一些心理症状他也一直觉得这些心理症状才是他的问题，他希望一直讲他的心理症状，有一点想要避开他的基本的一些困扰的来源。那这个时候呢，是现实治疗蛮重视的，就是希望说他能够面对这个现实的情况，是他不一定能改变的，但是他可以怎么做，把自己因应得好，让困境可以因应好之后，慢慢的过去。然后第3个就是矛盾法，有时候就会这样子说那你如果一直在有这样子的困扰，而且你很讨厌那个困扰，那是不是我们每天呢都用5分钟来面对好你自己的焦虑？每天用5分钟来想想看，你的这些焦虑是如何让你不舒服？那就用5分钟来焦虑。那每天呢，就是尽量在这5分钟来焦虑。那这个事实上是有一点让案主去觉得说，我的焦虑是每天的，怎么可能用5分钟来面对？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希望给案主时间，没关系。你如果有焦虑，那我们就尽量在5分钟里面好好的想出你应该要怎么样焦虑，焦虑会让你有什么样的舒服跟不舒服的想法。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他开始已经在控制自己焦虑的症状。本来焦虑的症状是他自己不能控制的。当你鼓励他是不是用5分钟专门来面对？案主如果愿意接受他也愿意来面对他可能就是用5分钟或10分钟来面对了之后，其他时间他就可能可以来自己运用。再来就是下一个，就是比如，那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啊？你当时曾经怎么做啊，来得到你的理想的生活啊？你评估一下你之前的做法有效吗？那有些家暴婚姻关系不好他们都觉得自己过去的方法有效
比如说动了一下手，那太太就安静了，这个事实上是违反家暴法的事啊。这个时候就是让案主去提醒，那你们的关系因为你动手有更好吗？他们都说没有更好，但是他们觉得说一动手马上太太就安静了，事实上这个事实上反而是有长期的反效果啊。那我们就会提醒案主，那未来你的计划是什么啊？那这个就是计划 ，plan 就是计划。那评估之后，那你可以怎么样来做到？怎么样来做来得到你想要的理想的生活？那很显然的，这些方法，过去的方法不一定有效哦，或是不一定有用哦，或是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鼓励案主去找到新的计划，就新的计划来逐步慢慢的来做到，然后再用确定它的方向，然后再找出新的做法，再来评估一下他未来要怎么做。那如果能够得到成功经验，那未来好的做法绝对就可以继续做。那如果未来是得到不好的经验，那再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换新的做法。再来就是第8，跟紧他，直接跟案主问说，那你在离开这里之后可以怎么想这件事？让你自己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啊，或者说你在这里在做下一次的邀请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做？你会穿什么衣服？你会几点几分说什么话？对谁说？就是要跟紧他，让案主知道他哪一天他要做什么事，他要能够做到，也能够有治疗师的叮嘱。第9个就是问差别。你现在来看待你自己，跟你刚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行为的把握？你现在对行为的把握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啊？问差别，这是第9。那第10就是多鼓励，你做得很好啊，我很为你的进步有高兴。那你也应该记住你有这些成功经验，那这个成功经验可以让你有一些不舒服或是困难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些方法，鼓励他可以把这些成功经验记在脑子里面，然后继续的让自己去做到，跟着 WDEP 就可以了。那这些呢，就是整个的治疗的架构。